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访华后带来6大领域合作，今年的中俄双边贸易额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辉观察。前两天呢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正式结束了他的访华之旅，这也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华。无论是从访华团的人数，还是合作的领域来看，都可以说是十分豪华。其中呢，重点强调了6大合作领域：化工、农副产品、能源、金融、交通和高科技竞技。同时呢，米舒斯金还表示呢，今年中俄双边贸易一定能够达到2000亿美元。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呢，米舒斯金的访华之旅呢，更像是之前中俄联合声明的后续实践，否则俄方不会如此的密集的大规模的带团访华，中方也不会同意举行中俄商务论坛。中俄联合声明呢，刚刚出来的时候，还有很多西方国家表示这是在走政治过场。现在呢，中俄用实际的行动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。从俄方的声明来看呢，能源领域的合作依旧是重点。2022年，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8625万吨原油，与去年相比呢，增长了8%。在米舒斯金访华之后呢，这种低价原油的趋势很有可能继续保持。天然气也是同理，去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的天然气高达155亿立方米，和去年相比增长49%。这还是在多个管线没有完全建好的情况下。等中俄管线完全修建成功，这个数字将会变得更加的恐怖。当然了，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额也在飞速增长，比如汽车行业，多个中国自主品牌远销俄罗斯，还拿下了相当不错的成绩。2023年第一季度呢，中国汽车在俄罗斯共计销售6.6万辆，市场占有率呢是高达42.5%，6个中国自主品牌更是拿下俄罗斯汽车销售榜的前10。而面对中俄贸易的不断向好呢，马克龙有点酸了，他表示俄罗斯正在沦为中国附庸。这种说法虽然博得不少眼球，但却是对中俄贸易关系的错误理解。中俄之间不存在谁是谁的附庸国，俄罗斯扩大对华贸易更不意味着是求援。首先呢，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在飞速增加，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。但同样的，俄罗斯和欧洲的贸易额也在增加。在过去1年里，俄罗斯对欧洲商品出口增长1/4，达到2034亿欧元，只比历史最高点低2.3亿欧元。而且呢，这还是在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10轮制裁的情况下。俄罗斯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呢，当然有弥补欧美市场损失的成分在里面，但是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脱欧入亚。甚至呢是沦为中国的附庸国。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呢，和俄罗斯加深经贸关系也不是在大施恩惠，同样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。中俄贸易呢具有高度的互补性，俄罗斯的优势产业能源行业恰好是我们所欠缺的。俄罗斯的能源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实现长久的能源规划，更可以实现能源转型。那此外呢，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，中方此举也是在有意规避美国硬脱钩的风险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综合看下来呢，俄罗斯当然希望在中国市场找回欧洲市场的损失，但是同时呢，中俄都有意进行战略互补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。中俄之间的关系呢，不存在谁有意讨好某一方，而是在大环境下各取所需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可以在评论区互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